灵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有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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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都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给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华。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伯君，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 我每天滑手机都看到那些网红在讲人设。 Excuse me？ 人物设定，那不就是动漫创作里为了让人物可以讨好粉丝搞出来的设定吗？现在连普通人光是活着都要帮自己搞个人设，这是什么鬼状况？人设呀，这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沉重的一个关键字。Frank， 其实不止网红，你看现在的社会谁没有人设？荧幕前爱家的好爸爸，社群上高冷的女强人，甚至公司里那个永远情绪稳定、从不说不的完美好员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设已经变成别人读取我们的一种界面。界面 ，so it's fake, right？ 既然不是真正的我，那崩坏了又怎样？根本不重要啊。重不重要要看哪天辛苦经营的面具突然崩坏的时候，你承受得住吗？是社会性死亡，还是其实呢根本就是一种解脱？人设这东西是网络发达之后才被发明的吗？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要有互动，人设就必然存在。在社会学跟荣格心理学，我们把人设称为人格面具。这确实是我们适应社会、保护自己必要的防护衣，它非常重要。但真正的危机在于，当这张面具戴得太久，久到你以为自己就是那层皮的时候，悲剧就开始了。I get it， 而且我超懂，就像小学课本那种，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忙打扫，这不就是一种巨型的人格面具吗？大家长大后面临要为人父母，就自动把自己塞进这种死板的模子里 ，trying too hard。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那种虚伪的家庭刻板印象。Frank， 你这个切入点非常精准。我们确实在社会的规训中慢慢被套上这些设定。你举的例子刚好就是一个旧人设社会性死亡的过程。在女性平权被重新审视的浪潮下，那种刻板印象已经不符合平等原则了。现在更进步的课本已经改成了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做早操。这就是在塑造新一代的集体人设。So， 今天的所长开讲之印度封神榜，一样要从印度诸神那边挖答案，对吧？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神话角色，他刚好就是人设不断崩坏、不断被迫篡改的最惨代表。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里去找到今天的答案。哦，所长，今天是什么狠角色？今天要介绍的是纳嘎蛇王 Vasuki。虽然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讲过好几次关于这条神蛇的故事了。哈 ？Are you kidding me？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很多次搅拌乳孩吗？那场出动了天神和阿修罗轰轰烈烈的宇宙大事件。对对对，我记得啊。他们当时找来一条巨蛇当作绳子绑住曼陀罗山，两边像拔河一样疯狂拉扯，最后把那条蛇扯到吐出剧毒。西瓦神还冲出来把毒液一口干了。对，哈拉哈拉，那个灭世剧毒。今天的主角 Vasuki 就是那条可怜的蛇。哈？居然就是他？这还不是最惨的。Frank， 你还记得上一集第35集的时候，我们聊了宇宙第一神速巨鸟
大鹏金翅鸟 Garuda 的故事，对吧？当然，那集超精彩的。Garuda 的父亲是伟大的仙人，而他的亲生母亲跟大妈 Kadru 是一辈共侍一夫的亲姐妹。喂，我记得大妈卡朱是 Naga 蛇族之母，生了1000条蛇。Wait a minute， 所以 Vasuki 就是那1000条蛇里的一条，他是 Garuda 的蛇兄弟。没错，上一集我们是从受害者小老婆儿子的视角来看，今天我们要切换镜头，来看看那个当年赢了赌局，甚至逼迫亲生骨肉去作弊的大老婆卡朱，她的1000个蛇孩子到底过着什么窒息的生活？哇塞 ，This is getting juicy。印度神话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同一个宇宙，同一段史诗，从不同角色的视角看过去，完全是不同的光景。身为1000条毒蛇的王者， Vasuki 是印度神话里最伟大、出镜率最高的蛇王。在他的眼里，那个一出生就自带主角光环的鸟弟弟 Garuda， 根本就是整天在天上飞、仗势欺负蛇哥哥的霸凌者。而 Vasuki 也有他自己充满血泪的故事。所长，你刚才说 Vasuki 是人设不断崩坏的代表，所以它不只是一条普通的爬虫类。Come on， 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它的原始人设好吗？ Vasuki 的神格演变简直就是一部充满暴力的标签撕裂史。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 Aryan 越过新杜科斯山脉进入印度。当时这块土地上住着本土的 Dravidian。 对这些丛林原住民来说，蛇会脱皮，象征着死而复活，所以蛇在他们心中是代表丰盛与永生的大地守护神。这是 Vasuki 最初的、最原始的人设。 I see， 骑着马的 Aryan 带着强大武力和完全不同的宇宙观空降，就像企业并购一样，把信仰地底的原住民跟信仰天空的征服者硬凑在一起，所以才把大鹏金翅鸟跟 Naga 蛇族编成了一家人，对吧？ Frank， 你这个企业并购的比喻太贴切了。Aryan 这个新管理层空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在地信仰的蛇打成反派。在他们的吠陀经里，雷神最大的死敌就是一条叫 Vitra 的巨蛇恶魔。其实不管是 Vitra 还是 Vasuki， 他们背后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在地信仰。等于是这群原住民的守护神被外来高层硬生生贴上了恶魔跟混乱的黑标签，直接社会性死亡。 See， 这就是职场霸凌啊，不对就直接弄死你。但历史的进化总是需要妥协。新管理层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消灭不了这批在地老员工，因为蛇类崇拜太深根蒂固了。所以他们只好把这条已经被杀死的巨蛇恶魔重新换个人设包装上市。他们发明了 Vasuki 这个新名字，把它收编到体制内，给他一个地下世界统治者的超高头衔，还帮他编造了高贵的血统。光是 Vasuki 这个名字在梵文里就是蛇中之宝的意思。哇哦，蛇中之宝听起来莫名有点 cute 哎。不过从守护神变成恶魔，又被洗白成地下统治者，他的人设就这样被外在社会的期待贴来贴去。Let me tell you， 这种职场里看起来配合度超高、随叫随到的好同事，通常下场都很惨，绝对有更大的烂摊子在后面等他。你说的完全正确。Vasuki 才刚成为拥有高贵血统的地下统治者，结果马上就被指派了宇宙史上的最难、最血泪的任务。什么任务？搅拌如海。 Oh my god， 怎么又是搅拌如海？你们印度神话是不是没有别的梗了？绕来绕去都在搅拌。呵呵，因为天神得罪了仙人，失去神力，只好拉下脸找死敌阿修罗联手，去宇宙如海提炼不死甘露。这场印度神话大事件几乎是每期必提的关键。
但今天我们的目光要放在 Vasuki 身上。你想想，曼陀罗山那么巨大，天神和阿修罗去哪儿找那么长的绳子？这时候，守护神 Vishnu 亲自出面了。他用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告诉 Vasuki， 你是蛇中之宝，只有你伟大而坚韧的身躯能承载这场宇宙级的工程，这是为了维护世界平衡的伟大牺牲。天神们用荣誉、大局这些高大上的道德勒索，把它架到了下不来的位置。 Bullshit， 这根本就是冠老板的 PUA 啊！什么只有你能胜任，为了大局，翻译过来就是你最好骗，就你上。就这样， Vasuki 被半强迫地成为了那根转动曼陀罗山的超级大缆绳。Vishnu 安排大家各就各位，让阿修罗抓着蛇头，天神抓着蛇尾。曼陀罗山上布满了极度粗糙的岩石， Vasuki 庞大的身躯紧紧缠绕着山体，头尾两边被宇宙中最强大的两股力量像拔河一样疯狂拉扯。拜托，光用听的我就觉得皮在痛了，这根本是酷刑。而且这不是几天或几个月的事，在神话的记载中，这场拔河长达数百年。你可以想象 Vasuki 承受的物力与心理压力有多么巨大。他原本光滑的鳞片被岩石无情地磨破、撕裂，血肉模糊。在极度的痛苦与绝望下，这位骄傲的蛇王终于撑不住了。在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时刻， Vasuki 哦的一声，吐出了一种足以毁灭整个宇宙的黑色剧毒。我知道，哈拉哈拉，然后就是你最爱的破坏神希瓦耍踹冲出来，把毒液吞下去，拯救宇宙，对吧？呵呵，没错。但你仔细想想，那口剧毒是什么？那是 Vasuki 100年来被剥削、被压榨、被当作工具无情摩擦所累积下来的所有怨念。当一个永远配合度最高、永远在忍耐的老实人被逼到绝对的极限，他所产生的反扑绝对是核弹等级的。那口毒液就是旧的人设彻底崩溃后的具象化的毁灭力量。Excuse me， 我必须在这里强烈反驳一下整个故事的逻辑。Vasuki 为了帮那些曾经把他当恶魔的天神，甘愿把自己绑在石头山上，磨到吐血。这根本就是终极的 toxic workplace。他大可直接说 no， 然后潇洒转身啊 ，quit quitting， 懂不懂？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犯贱，这么委屈自己？如果单从表面看，这确实是极度剥削。但 Frank， 如果你回想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情节， Vasuki 其实是被一个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创伤给彻底困住了。他的母亲 Kadru 为了赢得那匹神马尾巴的赌局，逼迫自己的孩子作弊。当正直的蛇子们拒绝时，这位母亲竟然降下了极度恶毒的诅咒，预言她的1000个孩子必将在一场蛇类大祭祀中被活活烧死。叫小孩作弊，不听话就诅咒他们被火烧死。This is extreme emotional abuse。面对这种疯狂的情绪勒索，他的大哥直接看破红尘，跑到喜马拉雅山苦修，彻底切断关系，自保嘛，合理合情。但 Vasuki 呢？他居然选择留下来清理这堆烂摊子。对，他选择了承担，所以他在搅拌如海中甘愿受尽折磨，并不是为了讨好天神，而是在替整个家族累积功德，寻求庇护。他甚至在后来安排了自己的外甥在祭祀大火中成功救下了残存的蛇族。Vasuki 没有逃避，他用难以想象的韧性撑起了破碎的家族。但如果我们把这一切连结到我们开头谈论的人设与荣格心理学，荣格的人格面具，我们为了满足外界、满足家庭的期待，穿上一套套沉重的防护衣。当你把这张面具当成是真正的自己时，那些脆弱、嫉妒、想逃避的冲动，全部都会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变成荣格所说的阴影。
完全正确。当我们面临崩溃，感觉人设快要崩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正在进行一场宇宙级的搅拌如海。那座曼陀罗山就是我们的核心自我，拉扯的两端，一方是要求你维持盘美的天神，另一方是代表你内在压抑欲望的阿修罗。Oh my god， 这太有画面了，就像那个在办公室里永远温和的完美员工，每天被主管跟客户来回摩擦，他死命压抑着愤怒，直到有一天彻底断线，抓起键盘把荧幕砸烂。那个崩溃失控的瞬间，他吐出来的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哈拉哈拉剧毒。没错，那是由长期的委屈、未处理的创伤与愤怒慢慢熬煮出来的黑色毒药。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自己内心有毒药，死死抓住完美人设不放，他就会被困在旧的面具里，就像一条拒绝脱皮的蛇，最终被自己硬化干枯的旧鳞片给活活勒死。这真的很讽刺诶。你看，我们华人文化里的龙永远都是完美无瑕、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 ，It's all performative art， 都是演出来的。但是 Vasuki 他非常接地气，他会流血，会因为摩擦而痛苦，甚至会被逼到崩溃，吐出剧毒。He is real。这就是最深层的提问：真正的强大究竟是什么？是像完美的龙那样永远端着架子，毫无破绽？还是像 Vasuki 这样，在极限的拉扯中承受痛苦，承认自己的脆弱，而且让旧的人设死去？那 Vasuki 最后的归宿呢？他大爆发，吐出哈拉哈拉之后去了哪里？ Vasuki 最后以3圈半的姿态，安稳地缠绕在 Shiva 神的颈上。前3圈代表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那半圈代表着超越时间的第4种觉醒状态，这象征着人体内强大生命能量 Kundalini 的苏醒。西法神并没有因为 Vasuki 吐出了毁灭世界的毒药就把他一脚踢开，西法接纳了他，这代表我们不需要去消灭自己的阴影，在能够接纳你、懂你的人面前，你就不需要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在人设的后面，你也不需要恐惧自己的崩溃，恐惧自己的愤怒。即便只有一个人接纳你，或者即便只有你自己接纳了自己，你就不会再执着于外界的标签。而那些曾经因为崩溃而吐出的剧毒，最终都会转化成驱动生命的智慧。哇哦，所长，从上一集的 Garuda 到这一集的 Vasuki， 我们看到了同一个 toxic 家庭，同一段可悲宿命的2种解脱。今天 Vasuki 的故事真的是在给所有人一记当头棒喝。你的脆弱跟阴暗面根本不需要被藏起来，人设的崩溃往往才是淬炼出你生命智慧那滴不朽甘露的必经之路。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慢慢沉淀。来了，所长的大灾问要来了。我们总以为一旦展现出内心的黑水和剧毒，就会毁灭一切，会失去所有爱我们的人。但你是否想过，那些因为你的不完美，因为你的人设崩溃就转身离开的人，他们真的爱过真实的你吗？你还要花多少时间去讨好那些怕你吐出毒药的过客，而不是去寻找那个愿意温柔接纳你所有阴暗面的西瓦神呢？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奈 Ikak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暖气整个八公 ，Oh my God，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伊卡莎，为您播报2026年7月5号到7月11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这周的7月7号，我们将迎来炎热的小暑节气，天气越来越热，宇宙的阳气也持续发威。同时，
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7周，灵数是9。小暑的炎热遇上了代表着总结与沉淀的灵数9，这代表着外面的天气虽然让人浮躁，但这周的大环境氛围其实是要我们学会静心，把上半年还没收尾的琐事好好整理一下，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为接下来的盛夏蓄积满满的能量哦。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藤黄色。配合这周的静心与沉淀的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安稳、温暖、有丰收的藤黄色，这是一个属于终极的安和运势。藤黄色的专属时签说：秋风拂叶黄金舞，时事安和运未精，须防细显常谨慎，修得积善化凶生。艾卡莎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的你正处于一个非常平稳、没有太大波澜的阶段，请好好享受这份和顺安稳。不过，在享受安逸的同时，也要稍微留意身边的细显，不要因为太过放松而粗心大意哦。只要你保持谨慎，多做好事，就能逢凶化吉，迎来满满的丰收。藤黄色对应的开运48音色为都市实验灵魂 Urban Experimental Soul， 赶快去 YouTube 搜寻 SZEP 开运48音色，找到编号18，专属于藤黄色的播放音乐吧。这是整整1个小时的纯音乐，非常适合你在开车通勤、专心工作，或是放在店里当作背景音乐来播放，让都市实验灵魂的那种充满都会质感又安稳和顺的音波，帮你好好净化这周的空间磁场，在你享受平静、留意细节的时候，帮你把最圆满丰盛的好运通通吸引过来哦。那么本周的湿婆12法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寿是白鹤的无声湿婆，这周在工作上会有绝佳的灵感涌现，赶快把你的创意提案整理好，向团队发表，绝对能获得满堂彩哦。灵寿是狮子的大天湿婆，周末前记得让自己好好喘口气，去做个 SPA 或按摩放松一下，把精神养足了，准备迎接接下来的闪耀时刻。灵寿是大象的喜乐湿婆，最近你的求知欲大爆发，超级适合去报名语言课或是参加线上讲座，这会为你打开全新的眼界呢。灵寿是鲤鱼的福气湿婆，这几天很适合重新检视一下你的记账本与理财规划，说不定会发现一笔意外的私房钱，或是极佳的投资小道消息哦。灵寿是孔雀的清景湿婆，感情运势正在悄悄升温，不妨主动约心仪的对象去喝杯咖啡，或是跟伴侣来场深夜谈心，关系会大跃进哦。灵寿是角枭的三木湿婆，这周你是朋友圈里的超级大忙人，多去参加聚餐或社交活动，有极大几率会遇到对你未来事业超有帮助的贵人哦。灵寿是野狼的暴风湿婆，把注意力拉回家庭吧，趁着周末大扫除，把不需要的旧物断舍离，能有效帮你清除近期的烦躁感，焕然一新。灵寿是黑犬的恐怖湿婆，这周的沟通能量特别顺畅，如果有一直不敢说出口的真心话或谈判，赶紧把握这几天去说清楚，结果会出乎意料的好。灵寿是流牛的受主湿婆，工作上可能会有新的任务交办下来，别怕承担压力，
这可是长官在默默考核你，准备提拔你的绝佳好机会哦。灵兽是山羊的山主师婆，专属于你的幸运周来了。想剪个新发型，买套新衣服，或是启动全新的减肥计划，现在就是最强的黄金起步点。灵兽是乌鸦的时主师婆，网购的时候记得稍微踩一下刹车哦。这周容易有冲动消费的倾向，把钱省下来，投资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上会更划算。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师婆，玩乐运势直线飙升，快点揪3-5好友去唱 KTV， 或是看场刚上映的电影，让自己痛痛快快地放肆笑一场吧。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了。气象本无常，有备则无患。掌握宇宙能量脉动，创造自己的精彩每一周。我是伊卡莎，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Lingam Power GG Ranger Lingam Power GG Ranger Absolutely lucky amulet Absolutely